人们总问我扎里市场要涨还是跌，我通常会笑，然后说一句让他们皱眉的话。我说，如果你还在问这个问题，你就还没准备好投资。这不是傲慢，这是事实。因为在我99年的人生里，我看过无数聪明人破产，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，他们太在乎市场涨跌，却从不在乎自己会不会犯蠢。市场会涨，市场会跌，这是废话中立。让苹果掉下来，这也是废话。可你不会每天盯着苹果树，担心今天会不会掉苹果，那为什么你要每天盯着股市？担心今天涨了还是跌了？我见过太多人白天在办公室假装工作时，际上却在偷偷刷手机看盘。他们的情绪随着红绿数字起伏，账面多了一点就开心，少了一点就焦虑。这不是投资，这是自我折磨。真正让我赚钱的从来不是预测市场，而是理解一个被所有人忽视的规律。这个规律不在 K 线图里，不在财经新闻里，甚至不在任何投资教科书里，它在人性里，它在实践里，它在你能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里。我花了半辈子才真正懂这件事，而大多数人一辈子都不会懂它们，会继续盯着市场涨跌，继续焦虑，继续犯错，继续穷忙。今天我要告诉你这个规律是什么，但我得先警告你，这个答案后让你失望，因为它太无聊、太平凡、太违反人性。可正因为它无聊，所以几乎没人做得到。第一个真相，市场不是，游戏是镜子。让我先说一个故事。1973年股市崩盘，那时我已经不算年轻了，见过不少风浪。可那次崩盘的惨烈还是让我印象深刻，不是因为数字有多难看，而是因为我看到人性有多脆弱。我记得有个朋友聪明有学问，在大学里教经济学理论一套一套的，他在股市里投了大半辈子的积蓄，都是优质公司，可口可乐、IBM 用电器当市场。开始下跌时，他一开始还很冷静，他说这只是修正基本面，没变。他说的没错，那些公司依然在赚钱，依然在卖产品，依然在发股息，可市场不在乎基本面，它继续跌，跌了3成，跌了5成，最后跌到他的账户只剩下不到一半。那时候他的理论崩溃了，不是市场崩溃，是他的心理防线崩溃了。有天晚上他打电话给我，声音在发抖，他说，扎里，我该怎么办？我还要继续持有吗？还是该认赔出场？我问他，那些公司的业务还在吗？他说在。我问他们，还在赚钱吗？他说在。我问，那你为什么要卖？他沉默了很久，然后说，因为我害怕，我害怕它还会再跌，我害怕自己会失去一切。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一件事，市场不是在测试他对经济学的理解，市场在测试他对自己的理解。他不是输给市场，他是输给恐惧。最后他还是卖了，卖在最低点附近。几年后，那些股票涨回来了，甚至比当初买的时候还高，可他再也没回来。这个故事教会我一件事，市场不是游戏，它是镜子，它会照出你所有的弱点，照出你的贪婪，照出你的恐惧，照出你的不耐烦，照出你的自负。你以为你在和市场博弈，其实你在和自己博弈。大多数人不懂这一点，他们以为投资是关于选股，关于时机，关于买在低点卖在高点。不是，投资是关于你能不能在市场下跌5成时依然保持理性，投资是关于你能不能在所有人都恐慌时依然冷静思考。巴菲特有句话说得很对，市场的作用是把钱从急躁的人手中转移到耐心的人手中。我会补一句，市场的作用是把钱从情绪化的人手中转移到理性的人手中。你看，市场涨跌只是表象，真正决定你赚钱还是亏钱的，是你面对涨跌时的反应。这就是第一个真相，市场不是你的敌人，也不是你的朋友，它只是一面镜子，照出你到底是谁。而大多数人一辈子
都不愿意看清镜子里的自己常见的幻觉，以为自己能预测。让我告诉你另一个故事。1999年网络泡沫的高峰期，那时候所有人都在谈论新经济，谈论 谈论科技会改变一切。我和巴菲特都没碰那些股票，不是因为我们不懂科技，而是因为我们不懂如何估值。那些没有现金流的公司，媒体嘲笑我们，说我们老了，跟不上时代。年轻的分析师说，这次不一样，他们说旧的规则已经不适用了。我听了，只是笑，因为这句话我听了70年。每一次泡沫都有人说这次不一样，1929年说过，1973年说过，1987年说过，1999年还在说。结果呢，每一次都一样。泡沫总会破，自以为聪明的人总会亏，可人类就是学不会，因为人类有一种天性叫做过度自信。你看，大多数人对市场有一个幻觉，他们以为自己能预测，他们看新闻、读报告、分析数据，然后得出一个结论：市场会涨或者市场会跌。问题是，这个结论通常是错的，不是偶尔错，是经常错。我这辈子见过太多专家预测，经济学家分析，基金经理他们都很聪明，都受过良好教育，可他们的预测准确率大概和掷硬币差不多位。什么？因为市场太复杂了，市场不是由一个变数决定的，是由千万个变数决定的。政治、经济、战争、天灾、人性情绪，这些东西交织在一起。没有人能完全理解，可人类不喜欢不确定性。我们的大脑天生就喜欢找模式、找因果关系、找可预测性，所以我们会自己骗自己，我们会从一堆随机数据里找出一个看似合理的故事，然后相信那就是真相。这就是所谓的叙事谬误。我们喜欢故事胜过喜欢现实。我见过太多人因为相信一个好听的故事而亏钱。有人说人工智慧竟改变世界，所以 AI 股票一定会涨，故事很好听。可估值呢？可获利呢？可现金流呢？没人在乎，因为故事比数字更吸引人。有人说房价永远不会跌，因为人口在增长，土地有限，故事很好听。可28年呢？那些相信故事的人最后都被现实打脸。市场不在乎你的故事，它只在乎事实，而事实是没有人能持续准确预测市场。如果有人能，他早就是世界首富了，而不是在电视上卖预测。巴菲特常说，预测是必须的，但精准预测是不可能的。我们不预测市场会涨还是跌，我们只是准备好，无论市场怎么走，我们都能活下来。这就是常见的幻觉。人们以为投资是关于预测，其实投资是关于准备。你不需要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，你只需要知道无论明天发生什么，你都不会破产。这听起来很保守，可保守的人活得久，而活得久的人最后都会变富。痛苦的教训我也曾经。太聪明让我坦白一件事，我年轻时也犯过愚蠢的错误，不是一次，是很多次。有一次我看中一家公司，产品很好，管理层很优秀，市场很大，唯一的问题是估值太高了。可我告诉自己没关系，这家公司成长很快，未来的获利会证明这个估值是合理的。我买得很重，结果呢，那家公司确实成长了，可成长的速度没有我想象的快，股价开始下跌，一点一点的跌。我告诉自己要有耐心，市场只是短期波动，涨期会回来的，可它没有回来，至少没有在我能忍受的时间内回来。最后我认赔出场，亏了不少钱，也亏了不少自尊。那次经验教会我一个昂贵的教训，成长不等于好投资。你可以买到一家很好的公司，但如果你买贵了，你还是会亏钱。巴菲特说得对，宁愿用合理的价格买一家优秀的公司，也不要用便宜的价格买一家平庸的公司。
可当时的我太聪明了，我以为我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未来，我以为我能预测那家公司会有多成功，结果我错了。这就是过度自信的代价。当你以为自己比市场聪明时，市场会教你做人海。有一次更惨，那是在1970年代，我和一个合伙人投资了一家看起来很便宜的公司，资产很多，价格很低，看起来是标准的价值投资。可我们忽略了一件事，那家公司的管理层很糟糕，他们浪费资金做愚蠢的决策，把一家本来可以赚钱的公司经营得一团糟。我和合伙人想介入管理，想改变公司的方向，可我们发现改变一家公司比我们想象的难得多，最后我们还是亏了。亏的不只是钱海，有时间和精力。那次经验教会我另一个教训：便宜不等于好投资。如果一家公司的管理层很糟，就算价格再便宜也不值得买，因为烂管理会摧毁价值比任何市场波动都快。从那以后，我学会了一件事，与其买便宜的烂公司，不如买合理价格的好公司。而好公司的标准很简单，好的产品、好的管理、好的护城河，这些听起来很基本，可大多数人做不到，因为他们总想找捷径，总想用便宜的价格买到黄金，可现实是黄金从来不便宜。如果看起来便宜，那通常是因为它不是黄金。我年轻时犯的错都是因为我以为自己比市场聪明，我以为我能预测、能估值、能看穿未来，结果我发现我没那么聪明，而承认这一点是我投资生涯最大的进步。巴菲特和我后来的成功，不是因为我们变得更聪明，而是因为我们变得更谦虚。我们不再试图预测市场，我们只是避免愚蠢。我们不再追求完美的投资，我们只是拒绝糟糕的投资。这听起来消极，可这是我们能活这么久的原因。生存的系统，3个简单规则，让我告诉你，我这辈子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，不是什么高深的理论，不是什么复杂的模型，而是3个简单到让人失望的规则。第一个规则，不要亏钱；第二个规则，记住第一个规则；第3个规则，前2个规则永远优先。这是巴菲特说的，而我完全同意，听起来像废话，对吧？可这3个规则比华尔街所有的理论都值钱。让我解释为什么大多数人投资时想的是怎么赚钱，他们看到机会就想抓住他们，看到别人赚钱就想跟上。可真正聪明的投资者想的是怎么不亏钱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数学，如果你亏损 50%， 你需要赚 100% 才能回本。如果你亏损 70%， 你需要赚 233% 才能回本。亏损容易，回本难，这就是复利的反面，我们可以叫它复亏。一旦你亏损太多，你就很难翻身。所以不要亏钱，不是保守，是生存。那要怎么做到不亏钱呢？答案也很简单，但同样没人想做。第一，不要借钱投资。我这辈子最讨厌的东西之一就是债务。债务是毒药，它在好时候让你觉得自己是天才，在坏时候让你知道自己是笨蛋。我见过太多聪明人因为借钱投资而破产，他们以为杠杆能放大收益，结果杠杆只是放大了错误，市场下跌 10%。如果你没有杠杆，你亏 10%； 如果你有2倍杠杆，你亏 10%； 如果你有10倍杠杆，你直接归零。而市场下跌 10%是很常见的事，一年可能发生好几次。所以不要借钱，不管利率多低，不管机会多好，不管别人赚得多快，只用你自己的钱，只投资你能承受失去的钱。这不是胆小，这是理性。第二，不要投资你看不懂的东西。我和巴菲特有个概念叫做能力圈，意思是我们只投资我们理解的东西，如果我们不懂，我们就不碰。听起来很简单，可大多数人做不到，因为人类有一种天性叫做 FOMO 怕，
错过当你看到别人靠加密货币赚钱时，你会想，我是不是也该买一点？当你看到别人靠 AI 股票翻倍时，你会想，我是不是错过了什么？可问题是，你真的懂加密货币吗？你真的理解 AI 公司的价值吗？如果不懂，那就是赌博，不是投资。我这辈子错过了很多机会，错过了微软，错过了亚马逊，错过了谷歌，错过了很多很多。我后悔吗？不，因为我知道我不懂科技，我不知道哪家科技公司会成功，哪家会失败，所以我宁愿错过，也不要冒险亏钱。这就是能力圈的意义，不是要你什么都懂，而是要你知道自己不懂什么。第三，要有安全边际，这是价值投资最核心的概念，意思是不要买刚好价格的东西，要买有折扣的东西。如果一家公司值100块，不要花100块买，花70块买，甚至60块买，这样即使你估值错误，即使公司表现不如预期，你还是有缓冲空间。安全边际不是胆小，是对不确定性的尊重。我们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，我们不知道公司会不会如预期表现，所以我们要留一点空间给错误。这3个规则：不要借钱，不要投资看不懂的东西，要有安全边际。听起来很无聊，对吧？可这就是我和巴菲特几10年来的秘密。我们不是靠聪明赚钱，我们是靠不犯蠢活下来而活得久的人。最后，都会变负反直觉的行动，慢就是快。让我告诉你一个最违反人性的真相：在投资里，慢就是快，听起来矛盾，对吧？可这是我这辈子学到的最重要的智慧之一。大多数人想要快速致富，他们想1年翻倍，甚至1个月翻倍。他们看到机会就冲，看到涨就买，看到跌就卖。结果呢，他们的确动得很快，可方向却是往悬崖跑。真正富有的人都很慢。巴菲特买了可口可乐，持有了自己10年。我们买了保险公司，也持有了几十年。我们不是没有机会卖出市场，每天都给我们机会，可我们选择不动位。什么因为？我们知道复利需要时间，复利是世界第8大奇迹，可它有一个前提，你得给它足够的时间。如果你1年换10次股票复利，根本没机会发挥作用，你只是在支付交易成本，支付情绪成本。可如果你买一家好公司，然后持有10年、20年、30年，复利会帮你创造奇迹。我见过太多人赚了一点钱就想落袋为安，他们说见好就收。可问题是，如果你每次见好就收，你永远收不到真正的好，真正的财富是在你几乎忘记自己持有那些股票的时候，不知不觉中创造出来的。我记得有一次，一个年轻人问我，蒙哥先生，我该多久检查一次我的投资组合？我说最好10年检查一次。他以为我在开玩笑，我不是，我是认真的。如果你买对了公司，你根本不需要每天盯着股价那只会，让你焦虑，让你做出愚蠢的决定。市场的噪音是投资者最大的敌人。每天都有新闻，每天都有专家预测，每天都有人说要涨要跌，可这些噪音对你的长期投资没有任何帮助，它只会让你分心，让你怀疑自己的判断。真正聪明的投资者会过滤噪音，他们不看新闻，不听专家，不在乎短期波动，他们只关心一件事：他们持有的公司业务还好吗？如果业务好，那就继续持有；如果业务变差了，那就卖掉，就这么简单。可大多数人做不到，因为他们太急了，急着赚钱，急着证明自己，对，急着赶上别人，结果他们越急越穷。我常说，投资不是100米赛跑，是马拉松。你不需要跑得快，你只需要跑得久。而跑得久的秘诀就是不要跑太快，慢一点，稳一点，不要受市场情绪影响。当别人贪婪时，你要谨慎；当别人恐惧时，你要冷静。这不是说要反向操作，而是说要独立思考，不要让市场的情绪变成你的情绪。我见过太多人在市场疯狂时跟着疯狂，在市场崩溃时跟着崩溃。他们像浮萍一样随波逐流，可真正的投资者像石头一样，任凭潮水来去，依然稳固。
这就是慢的力量，不是懒惰，不是消极，而是一种刻意的自制，是对短期诱惑的绝对冷漠。我花了一辈子才学会这个道理，而大多数人一辈子都学不会，因为慢，太违反人性了。可违反人性的事，往往才是对的事。黄金原则可以重复，一辈子的智慧，让我把这一生的智慧浓缩成几句话。这些话你可能听起来很简单，可如果你真的能做到，你就已经赢过90%的人。第一，不要亏钱，亏损容易回本，难保护本金比追求收益更重要。第二，不要借钱，债务是毒药，会放大你所有的错误，只用自己的钱才能睡得安稳。第三，不要预测市场，没有人能持续准确预测，与其浪费时间预测，不如做好准备。第四，买你看得懂的东西，能力圈之外的机会再好也要放弃，不懂的东西不是机会，是陷阱。第五，要有安全边际，不要买刚好价格的东西，留一点缓冲给不确定性。第六，长期持有复利需要时兼频繁交易，只会亏损，慢就是快，等待就是力量。第七，控制情绪，贪婪和恐惧是投资的大敌，理性的人赚钱，情绪化的人亏钱。第八，少做蠢事，聪明不能让你富有，但避免愚蠢。可以投资的目标不是做对多少事，而是少做错多少事。第九，独立思考，不要跟风，不要从众，群众的智慧在投资里通常是愚蠢。第十，活得久，投资的终极秘密就是活下去，活得够久。复利会替你创造奇迹，这10条原则听起来很简单，对吧？可简单不等于容易，知道和做到之间有一条巨大的鸿沟，而那条鸿沟的名字叫做人性。你知道这些原则是对的，可当市场疯狂时，你还能坚持吗？你知道要长期持有，可当股价下跌30%时，你还能忍住不卖吗？你知道不要借钱，可当别人靠杠杆赚快钱时，你还能保持冷静吗？这就是投资最难的地方，不是不知道该怎么做，而是知道却做不到。我这辈子见过太多聪明人，他们都知道这些原则，可他们就是做不到位。什么？因为人性。人性讨厌等待，喜欢刺激；人性讨厌不确定，喜欢预测；人性讨厌孤独，喜欢从众。而投资要求你违反所有的人性，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人会亏钱，不是他们不聪明，而是他们太人性。真正能在投资中成功的人都有一种反人性的能力，他们能在刺激中保持冷静，能在不确定中保持耐心，能在群众中保持独立。这不是天赋，是训练。而训练的第一步就是承认自己也是人，也会犯人性的错误。只有当你承认自己会犯错，你才有机会少犯错，这就是智慧的开始。结束的反思，财富的尽头是宁静。我今年99岁了，再过几个月就要100岁。回顾这一生，我赚过很多钱，也失去过很多钱。我见过繁华，也见过崩溃。我经历过大萧条，经历过无数次股灾。可最后我发现，真正重要的不是钱的数字，而是你面对钱时的态度。我见过太多有钱人，他们银行里有几百万甚至几千万，可他们一点都不快乐。他们每天焦虑股价，担心通膨，害怕失去他们的财富，不是自由，而是枷锁。而我也见过一些人，他们没有很多钱，可他们很平静。他们不在乎市场涨跌，不在乎别人比自己富，不在乎错过机会。他们懂得一个道理，够了就是富。这就是我想告诉你的最后一个真相。财富的尽头不是数字，而是宁静。当你不再为钱焦虑，当你不再需要证明自己，当你能在市场疯狂时保持冷静，那一刻你就真正富有了。我常说，投资的目标不是变得更富，而是变得更自由。而自由不是来自更多的钱，
而是来自更少的欲望。当你不再需要豪宅，不再需要名车，不再需要别人的羡慕，你就自由了。而当你自由了，你才能真正理解投资的意义。投资不是为了炫耀，不是为了证明，不是为了比较，投资是为了让你有选择权，选择做自己想做的事，选择不做自己不想做的事，选择和谁在一起，选择如何度过时间，这才是财富真正的价值。可大多数人一辈子都不明白这一点，他们追逐更多的钱，却失去了更多的自由。他们以为钱能买到快乐，结果发现钱只能买到焦虑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忘了一件事，钱只是工具，不是目标。如果你把工具当成目标，你就永远不会满足，因为工具可以无限累积，但人生的时间有限。我这一生最大的智慧不是如何赚更多的钱，而是如何少在乎钱。当我不再把钱当成最重要的事，当我开始关心思考，关心家人，关心读书，我反而变得更富有了。不是钱变多了，而是我需要的